有一说一，家里的老一辈与当代的年轻人相比，不论是生活习惯还是生活理念，都存在天差地别的变化，特别是在家居装修方面尤为突出。就比如本期分享的这7个家居产物就是如此。在老一辈看来，曾经个个都是家居标配，但现在已经逐渐被许多年轻人抛弃，而且对于年轻人来说，也并没有带来生活上的不便，相反的，住起来更加舒心，幸福感也随之提高。下面我们就来一起看看年轻人装修都抛弃了什么。1. 客厅茶几。客厅大茶几在老一辈心中的地位很难撼动，这一点也能理解，因为父母那一代人热情好客是刻在骨子里的，而且邻里关系也好，如果家里来了亲戚朋友，必须要招待一下，所以没有茶几怎么能行？但反观现在的年轻人，交际圈都比较窄，尤其是入住新房，街坊邻居几乎不认识，茶几对他们来说形同鸡肋。尤其是那种储物式的大茶几，不仅笨重碍事，还显得空间小，所以茶几被年轻人所抛弃，也在情理之中。取而代之的是铺上大地毯，平时休闲娱乐的空间也直接翻倍，而且撤掉经常堆满杂物的茶几，无形中也减轻了家务负担，简直不要太香。2. 阳台晾衣架。在老一辈的眼里，家里阳台的主要功能就是用来晾晒衣服和收纳杂物，所以阳台不装晾衣架根本不行，平时洗的衣服去哪里晾晒呢？但是对于年轻人来说，阳台用来晾晒衣服不仅丑，而且还浪费空间，所以很多年轻人在装修之初就选择把客厅阳台直接打通，目的是把阳台改造成休闲区域，闲暇之际用来喝茶、读书和运动。对于如何解决衣服晾晒问题，在年轻人这里也根本不是啥问题，完全可以装一台独立的烘干机，彻底解放阳台。3. 传统门锁。以前装修智能锁还没有普及，记得家里的老一辈出门最担心的就是忘带钥匙，钥匙不小心遗落在家里，就意味着进不了家门，只能等其他成员回家或者叫人上门撬锁。而现在的年轻人装修，智能门锁几乎是标配，也不再有出门忘带钥匙的烦恼。智能指纹锁的多种开锁方式也确实方便，刷脸、指纹、密码统统可以解锁进家门，即便是长辈和亲戚临时来访，自己不在家里也无需等待，直接告诉临时密码就能进门，体验感简直不要太好。4. 消毒柜。厨房消毒柜曾经也是厨房标配的大家电之一，对于老一辈来说也非常的实用，平时能给餐具碗筷消毒，还能充当碗柜用。但在年轻人眼中，消毒柜就很鸡肋，因为功能太单一，标配的紫外线除菌方式消毒效果也不理想，所以自然会被年轻人所抛弃。现在的年轻人装修更喜欢一步到位装一台洗碗机，洗碗机不仅能洗餐具，同时还自带消毒杀菌功能，关键是还能存储碗筷，比消毒柜实用太多，没有理由不去更新换代。5. 纯实木地板。过去装修，但凡家里有条件的，地面都会选择铺纯实木地板，因为在老一辈心中，原木地板才是真材实料，颜值高、环保、上档次，更是装修品质和品味的象征。而现在的年轻人装修，大多数都抛弃了纯实木地板，在我看来，价格贵不是主要原因，毕竟现如今有经济实力的年轻人也不在少数。其实主要还是因为纯实木地板不太符合当代年轻人的审美，花纹老气，颜色和样式选择也少，而且纯实木地板的日常保养也麻烦，环境太干燥不行，地板容易缩缝开裂，太潮湿的话也不行，地板又容易起翘起拱，总之既娇贵又难伺候。现在的年轻人更愿意选择大尺寸瓷砖或是木纹砖，与传统的实木地板相比，耐造好打理，价格便宜，款式选择性还多。6. 卧室床头电视。老一辈的卧室里一般在床头都会挂一台电视机，因为老一辈的娱乐活动比较单一，睡觉前躺在床上看电视也是他们最大的爱好。但是现在年轻人的生活方式完全变了，电视已经不再是他们的主要娱乐工具，现在的年轻人更愿意刷短视频、玩游戏，即便有些年轻人喜欢追剧、看电影，也不再选择在卧室装电视了，取而代之的是家庭投影仪。在年轻人看来，投影仪的屏幕更大，追剧看大片更爽，而且与传统电视相比，投影仪也更加小巧，不占用空间，移动也方便，放在卧室里，对于装修布局和摆放丝毫不受影响。7. 拖把池。以前装修房子，家家都会在阳台或者卫生间选择安装一个拖把池，拖把池的作用也是显而易见的，对于老一辈来说，涮拖把、洗抹布都非常方便。但现在的年轻人很少有人还愿意手动去干家务，
只要是能代替自己做家务的智能工具，都会给你安排上什么吸尘器、扫地机器人、洗地机等，一样不少。新式的智能清洁电器也确实方便省心，比如下班回到家想清洁地面，只要躺在沙发上，动手指连接手机，就能操控扫拖机器人工作，边吸边拖，那清洁效果、干净程度一点不比手动拖地差。关键是它还能实现自动上下水，连更换废水的问题都解决了。当然了，对于年轻人抛弃的家居产物，其实也并不代表毫无用处，只是他们的生活习惯以及家居装修观念已经和老一辈人截然不同，所以没有绝对的对和错，只要适合自己的生活方式就是最好的选择。房子装修，不管选购材料也好，还是置办家电也罢，每一个细节都不能忽视，因为一旦选错了，不仅会影响整体美观度，入住后的体验也会很糟糕。我家装过2套房子后，终于悟明白了，家里这7样东西，听我一句劝，只要空间允许，尽量买大的，比小的更实用。下面就带大家了解一下，装修时哪些东西买大不买小，一定把钱花在刀刃上。1、电视。虽然现在大家更习惯用手机或平板追剧、看电影、玩游戏，但不可否认，电视依然是家庭装修必不可少的刚需家电。对于电视尺寸，很多人会告诉你要根据最佳观看距离去选择，结果买回去挂在墙面上，就好像挂了一块瓷砖一样，毫无存在感。所以电视购买时，只要在预算范围内挑个尺寸最大的，一定不会后悔。因为即使平时不看，挂在客厅里也会很显气派。建议客厅开间超过3米的就往75寸以上买，开间在2米左右的也至少得买个65寸的。记住，电视够大，看的时候才有观影感，毕竟55寸电视和75寸的电视给人的视觉感官真的不一样。当然，如果超过4米的开间，建议选100寸的激光电视或者投影幕布，性价比更高，偶尔看个电影体验也会更爽。2、瓷砖。不管是客厅地砖还是厨房、卫生间墙砖，尺寸一定别选小的，不然缝隙太多，不仅影响美观度，后期清洁卫生也麻烦。所以听我一句劝，地砖和墙砖的尺寸尽量选大的，瓷砖的规格越大，突出的效果越好，越显大气。建议客餐厅首选1.5x750规格的，目前这个尺寸的比例是最好看，也是最上档次的。实在预算有限，就用800x800的瓷砖通铺，效果也尚可。切记不要选1.2x600规格的，铺出来太显小气。但厨卫的墙砖最适合1.2x600的，竖着贴，刚好2块砖到顶，2.4米的高度，缝隙少，看着房子也显高。3、电线。有些装修公司为了偷工减料，水电改造的时候敢给你全屋用2.5平方的电线，等你入住以后就会发现，但凡稍微用点大功率电器，那真是哪都跳闸。所以记住，入户线够大，用电才安全。建议最好是用10平方的，后期全屋的电器即使同时打开也都毫不吃力。其次，还有客厅空调以及厨房和卫生间的大功率电器，至少要用4平方的，而且都要单独做一个回路。这样做是为了确保它们之间互不干扰。其他的普通插座与照明建议用2.5平方的即可，但也要单独做回路，用电更安全。4、洗菜盆。不管你家厨房水槽是做台上盆、台中盆还是台下盆，选单槽还是选双槽，只要记住一点，放不下锅的水槽都是鸡肋。所以我的原则是，厨房小，首选大单盆，能容得下锅才好用。如果厨房足够大，再考虑超大的双水槽。选购时记住以下3点：第一，选择304不锈钢材质的，要认准 SUS 304标志；其次，选择纳米涂层的，才能不沾油污；第二，水龙头要选能抽拉的，这样后期才能更好的无死角的清理盆底卫生；第三，安装工艺推荐做台下盆，担心不结实会掉的，可以在下面固定几个卡扣就没有问题了。5、网线。装修时网线很不起眼，所以很多人容易忽视，但它却是你入住后使用手机、平板、电脑以及智能电器的基础。想要上网不卡顿，获得行云流水的冲浪体验，建议标配超6类网线。这个东西一套房子用不了多少，就拿120平3房为例，最多也就用个大几十米，真心花不了几个钱。所以千万别省，一定要选品牌的，别图便宜买杂牌。像秋叶原、安普、山泽、绿联都是不错的。6、柜子。小家越住越大，都懂得这个道理。所以不管是你家的鞋柜还是衣柜，尽量做大别做小，家里的柜子做得越大，收纳空间越多就越好。
做柜子我的建议是尽量选择定制的，不选成品柜。一方面是因为定制设计柜布局更灵活，空间利用也更充分；另一方面，美观度和颜值上也要优于成品柜。鞋柜设计建议多做活动层板，这样方便存放不同尺寸的鞋子。衣柜设计建议做通顶的柜子，装得多，多加几个抽屉，收纳起来更方便。另外，内部设计记住一个原则，必须要多做挂衣区，少做叠放区。叠放区做多了，拿取不方便，还显乱。7. 冰箱。现在囤菜都是日常了，所以只要家里放得下，就往大的买。即便是3口之家，最少也要400升以上。小容量的冰箱，东西真的放不下。另外，购买冰箱时请注意这3点：第一，买风冷不买直冷冰箱，风冷不结霜；第二，想节能省电就买1级能效，尤其是国产冰箱；第三，要买双制冷系统循环，不买单系统的，这样才能保证冰箱食物不串味，同时保鲜与保湿的效果更好。为什么不建议做全屋瓷砖上墙？我家也跟风装了，入住3年后苦不堪言，现在真的很想拆掉重装。不得不说，在前些年，瓷砖上墙是相当流行的装修方式，其凭借干净整洁、耐用、易清洁，并且看起来高端、上档次等优点，深受装修业主们的喜爱。但是大家发现没有，现在大部分家庭装修几乎很少人会选择这种装修方式了，甚至之前选择瓷砖上墙的人，入住几年以后也基本都后悔了。近2年，我身边很多朋友家装修，普遍只选择在卫生间和厨房墙面贴瓷砖，主要考虑卫生好打理。除了这2个地方外，其他区域，比如说客厅、餐厅，甚至包括阳台，都不会选择瓷砖上墙了。为什么曾红极一时的瓷砖上墙会跌下神坛，不受待见了？在我看来，瓷砖上墙有4大缺陷，不可避免。看看我说的对不？1. 成本太高，近几年钱不好挣了，这一点相信很多人会感同身受。生意难做，工作难找，自然在房子装修上就选择节约预算，能省则省。众所周知，瓷砖价格本身就不便宜，并且贴砖用到的沙子、水泥也不少。有些人为了追求美观，还会选择大尺寸瓷砖，施工还会用到瓷砖胶。更重要的是，它这个人工费也是出奇的高。像我家之前的房子，100平左右的面积，全屋瓷砖人工费就花了2万块，这还不算后期做瓷砖美缝的费用。可想而知，瓷砖上墙会增加高额的成本，这一点毋庸置疑。此外，瓷砖铺贴上墙对技术要求还很高，费时费力不说，如果贴砖师傅不用心，施工时偷工减料，成功后会出现墙砖空鼓、缝隙过大、裂缝等情况，反而起到不好的效果。所以说，不选择瓷砖上墙，不仅能规避上面的这些问题，同时还能够节约成本，把钱花在刀刃上。2. 安全性差。瓷砖上墙，很多人会担心瓷砖空鼓脱落，但这个问题真的不可避免。现在的瓷砖基本都是低吸水率的全瓷砖，瓷砖背部的孔隙都很小，所以对粘贴材料要求特别高，就算手艺好的贴砖师傅也会有空鼓脱落的风险，存在安全隐患。网友艾特阿宁呀，太吓人了！正在洗澡的时候，听到一声巨响，马桶上方的瓷砖掉下来一大片。万幸的是，我在淋浴区，如果当时在上厕所，后果不堪设想。后来找专业人士上门查看，敲了敲墙面，全是空鼓。网友艾特疯狂被婚记，刚装修好的新房还没住多长时间呢，这个瓷砖背景墙就砸下来了。万幸的是，人不在家里。而且瓷砖上墙如果空鼓脱落了，后期不管是修复还是拆掉重装，都会增大难度。严重的话，还会因为拆除的时候影响墙体受到损伤。所以，为了杜绝麻烦和安全隐患，很多人装修也不再选择瓷砖上墙。3. 会凝结水珠。瓷砖上墙除了有安全隐患外，还有一个缺点，就是表面容易凝结水珠。特别是南方地区的朋友会深有感触。如果遇到潮气闷热的天气，或是回南天，家里的墙面的瓷砖上全是这个水汽，源源不断的，刮不净擦不完，真是苦不堪言。网友艾特莫小丽，最近天气温度突然高了，兴许是冷热交替的缘故。下班回家看到瓷砖墙面都是水，小水珠滴滴答答落下来，真的是水帘洞不过如此。如果说瓷砖表面凝聚大量水汽，不但会影响墙面美观性，还会造成墙体受潮发霉，严重的话还会影响房子的建筑寿命。比如说墙体或楼顶出现裂缝，搞不好下雨天这个墙壁和楼顶甚至都会渗水。4. 缺少温馨感。瓷砖上墙虽说看上去高端上档次，同时还便于清洁和维护，
但这种装修方式也是有利有弊。比如说瓷砖的手感冰冷，如果是冷天的时候碰到这个瓷砖就一股寒气，特别的不舒服。此外，如果家里地面、墙面全部贴瓷砖的话，会给人一种冷冰冰的感觉，就是说整体效果会缺少家的温馨感，回到家后就有一种很阴冷的感觉，不温馨不舒适，居家的幸福感也会下降。网友艾特莱茵和盼的爱完犊子了，瓷砖上墙踩坑，花了几十万的装修，被亲戚朋友吐槽是妥妥的澡堂风，重装成本太高，只能选择妥协将就了。网友艾特张小姐，千万别选瓷砖上墙，真的丑爆了，钱没少花，一点家的温馨感没有。被很多人吐槽说像什么公厕、澡堂、冰窖，甚至还有说是酒店大堂的，现在要哭晕在厕所了。而且瓷砖不比乳胶漆和壁纸、墙布，选择的花纹和颜色都比较少，全做瓷砖上墙不仅很难搭配家具和软装，还不能营造出舒适的氛围感。总的来说，这个瓷砖上墙就是个费力不讨好的装修方案，完全是个鸡肋。大家在权衡利弊以后，谁也不想给自己装修留麻烦，能省钱省事，何必自找苦吃？所以这个瓷砖上墙热度下降，不受业主们的待见了，也是必然的结果。再次奉劝大家，在装修时，如果打算做瓷砖上墙，一定要深思，看以上这些缺点是否能接受，避免钱花了，入住后再后悔，也来不及了。居家过日子离不开家用电器，它们可以帮助我们提高生活质量，解决生活痛点。所以很多人为了追求生活品质，在房子装修好置办家电时，咬咬牙跺脚，也要选择高端家电。但殊不知，有些电器只有真正体验过，才知道使用成本比想象的还高，结果就是进退两难，用也不是，不用也不是，白白花了冤枉钱。比如下面这4种电器就是典型的买得起却用不起。如果家庭不是很富裕的，劝你就不要跟风了。1. 净水器。家用净水器是个好东西，但市场口碑却逐年下降。不是说产品有问题，而是坑人的专用滤芯。为什么很多购买净水器的家庭1年或2年就不再使用了呢？主要原因就是在更换滤芯时才发现使用成本很高，便宜的滤芯也要大几百，有些则要上千元，结果导致很多人买得起净水器，却无法承担高昂的换新费用。网友艾特悠悠岁月，净水器滤芯真心用不济，机器刚买的时候花了4K 多，当初说复合滤芯1年一换，而欧膜700家，今年是第3年，换了2个滤芯，花了1500大洋。滤芯贵就算了，好歹品质跟上啊！第1年用的多，不到11个月就提醒更换滤芯，后面就越用时间越短，出水也慢了，不管用的多不多，到点机器就叫。现在打算买纯净水了。此外，还有一个排水问题也会增加使用成本，就是说净水器产出2杯纯水，就要排掉1杯废水，太浪费了。综上所述，建议有打算购买净水器的朋友，首选通用滤芯，易于购买且价格透明，每年大概只需200-300元更换滤芯，会大大降低使用成本。专用滤芯的净水器慎选，不然只能任人宰割。2. 洗碗机。洗碗机在前些年基本是年轻人装修的必备家电，几乎家家都有。确实，相比于手动洗碗更干净卫生，还能解放双手。但为啥这几年洗碗机在国内卖不动了？对于没有用过洗碗机的朋友，可能不是太了解。不是说洗碗机买不起，而是洗碗机耗材太贵，使用成本太高了。就是说，洗碗会用到清洗剂，比如什么洗碗筷、洗碗粉、软水盐、洗碗凝珠以及漂洗剂，这些都是洗碗机必不可少的专用耗材，导致无形中增加了很多生活成本。网友艾特有一只小猫叫屁屁，感觉快用不起洗碗机了。买洗碗机之前不清楚使用成本，也没考虑过耗材的价格，现在用下来洗个碗的成本好高，用水用电量明显增加不说，洗碗耗材价格还不便宜，平时一家3口实在有点舍不得用洗碗筷了。网友艾特小卖家自装笔记，不否认洗碗机真的好用，但是洗碗耗材真的好贵啊。本来想趁着双11活动囤洗碗耗材的，可是就算活动买下来也不便宜，实在是囤不起啊。所以说，对于普通家庭，使用洗碗机每年要额外负担大几百元，甚至上千元的生活成本，确实是买得起，用不起的电器。3. 壁挂炉。家用壁挂炉估计大多会出现在南方地区，因为北方这边大部分都是集中供暖，而南方地区没有集中供暖，冬天也确实很冷，所以很多家庭会选择壁挂炉自采暖。但是对于不了解的朋友，给大家科普一下，壁挂炉是需要自己买燃气供暖的，虽然可以自己控制启动时间和开关，但真的不省钱。
因为运行壁挂炉需要开很高的温度，屋里才会暖和，所以很多安装壁挂炉的家庭吐槽说，它烧气烧的人真是心疼。网友艾特少吃点芝士，自打安装上壁挂炉，一天基本在50块，费用15方燃气左右。开始的时候还记录了几天，每天早上起来都要看一眼支付宝燃气余额，现在不想记了，反正一天至少50块钱的燃气费，太贵了。网友艾特传闻中的大姐大，壁挂炉烧天然气取暖，真的是和烧钱一样啊。这么说吧，平均一天烧20方气，什么概念？3块钱一方的话，一天就是60多块，真心用不起啊。4个月取暖下来，少说也要6、7千块，真心是一种负担。辛辛苦苦一年都给他做贡献了，所以对于普通收入家庭，真心不建议选择壁挂炉取暖。一个冬季下来，最少也要4、5千起步，实在是买得起，用不起。4. 中央空调。家用中央空调与柜挂机空调相比，有着天生的优势，就比如它的美观性和舒适度无可争议。但如果不是别墅或是高档住宅，劝你还是谨慎购买，因为如果是一般家庭，后期的使用成本太高，可能会导致买得起却用不起，这可不是危言耸听。中央空调的使用消耗主要来自2个方面，一方面呢就是它的维修维护成本。要知道，中央空调安装是隐藏在吊顶里，结构也比较复杂，所以也就导致后期不论是维修还是定期维护，难度都很大，费用普遍偏高。网友艾特爱尔兰蓝，中央空调维修伤不起啊！今年夏天第一次开起来用，结果没用几天就出故障了，运行不了了，请来售后维修，看了一下，说是主板坏了，更换主板的话费用4000。网友艾特每只猫都是明星，再换房子绝对不装中央空调了。38、9度的天气，竟然压缩机坏了，找厂家维修，告诉我说配件要寄，最少还要坚持3天，维修费加配件费加一起6、7千块，真的有种骂娘的心。另一个方面呢，被网友疯狂吐槽的点就是它的巨大耗电量，电费实在是太贵了。网友艾特大园子新家138平装的中央空调，想着暑假让孩子在家能爽一下，就没太控制用电，装的是1拖4，白天是客厅开着，晚上是卧室开，觉得这能用多少电啊？结果还是给我上了一课，1个月900多的电费，太离谱了。所以说，如果是普通家庭，就不要盲目跟风安装中央空调，选择立式柜机和壁挂空调，不仅成本低，耗电少，也同样能满足夏天制冷和冬天制热的使用需求。以上这4种电器确实提升了我们生活品质，但是它们的使用成本也同样很高，所以奉劝大家切记不要跟风，要贴合自己的实际情况，看到底用还是不用。精出因为看的就是细节。装修前如果没有丰富的经验，建议多看实景案例，可以借鉴别人的成功经验。当然了，多看翻车案例更重要，毕竟别人踩过的坑，往往都是真金白银砸出来的血泪教训。这一期小东就给大家带来一篇关于卫生间装修的踩坑案例合集，都是来自网友们的真实反馈，认真看完，或许对你帮助很大。1. 不装壁挂马桶。别一看到悬空马桶颜值高就心动，想着不落地，卫生也好搞。我劝你别冲动，壁挂马桶抛开价格贵，款式少不说，关键是施工安装复杂，翻车案例比比皆是，后期漏水也不好维修。网友艾特满心欢喜，啥也不说了，直接看图吧。把壁挂马桶装成这样也是没谁了，原本就是图个卫生无死角，这下好了，全是死角。但也不能完全怪师傅，这个高度我坐上去很合适，但底下一片卫生死角，如果返工抬高5厘米，整个人就会吊坐在马桶上。总结，壁挂马桶就是个坑。网友艾特娇娇的奇妙冒险，千万不要为了颜值选壁挂马桶加隐藏式水箱。入住才2个月就漏水，把邻居家天花板泡了，换了连接件也没解决，只能切砖凿墙，修修补补，看后续情况了，搞得每天都提心吊胆的。小东建议普通家庭别整那些幺蛾子，装个普通落地马桶更实用。追求体验的花和壁挂马桶同样的价格，还不如直接装个智能马桶。2. 不装木门。木门不论多高档，价格多贵，它还是木门，卫生间水汽潮气重，迟早会变形，严重一点的甚至还会掉漆开裂。网友艾特月月家在2楼，木门是装修公司套餐内的，开荒保洁时泡了点水，门框就胀裂了。网友艾特自装人的精神状态真糟糕，后悔选了木门，没入住门框就裂了，就是没看住，油漆师傅往厕所倒水，直接把门框泡坏了。小东建议既要好看又要实用，咱就装个泰美合金玻璃门，美观大气，没有甲醛，关键是不怕潮气和水汽侵蚀，经得起岁月考验。3. 不装石膏板吊顶。
搞不懂为啥还有人选择石膏板吊顶。要说论颜值，不如蜂窝大板；要说论实用性，不如铝扣板。关键时间一久，还有发霉起皮的风险。网友艾特可爱小河豚求助21年装修整的石膏板吊顶，现在就是图上的情况，掉皮很严重了，正考虑要不要换成铝扣板。网友艾特小强纠结卫生间装修是用石膏板还是蜂窝大板的朋友，看看我家情况就知道答案了。花大价钱装的石膏板吊顶，才经过2个夏天就发霉脱落了。小东建议，如果是外贸协会的，就闭眼入蜂窝大板。磁吸轨道灯搭配筒灯照明，简约大气，氛围感满满。追求经济实惠，就装铝扣板，防潮不发黄，也方便检修拆卸。4. 不装哑光砖。不可否认，哑光瓷砖确实质感突出，尤其是素色哑光砖搭配环氧彩砂美缝，有种伪微水泥的效果，看上去是好看又很整体。但哑光砖没有釉面，所以不耐脏，难打理是它的致命缺陷。网友艾特9月是织猫，当初考虑哑光砖防滑，就一意孤行装了哑光砖，入住后超级后悔，水垢真的太明显，基本2至3天就要用清洁剂去打扫，不然黄黄的真的不好看，时间长了还擦不掉，懒人慎选啊。网友艾特想自由，我家也是哑光，烦死了，天天拖它都很脏，除非我用清洁剂配合扫帚扫才能除掉那些脏，扫出来都是黑黑的，哎，正在考虑要不要砸了卫生间重装。小东建议，卫生间更推荐柔光砖，比亮面瓷砖防滑性好，比哑光砖更易打理。但柔光砖千万别图便宜，选柔抛砖，认准肌肤釉面的才是真正的柔光砖。5. 不装台上盆和岩板一体盆。对于挑选卫生间浴室柜台盆，记住2个原则：第一，台下盆要比台上盆好打理；第二，一体盆要比拼接盆好清洁。网友艾特卓卓妈咪受够了台上盆的清洁死角，打胶处发霉，看着也恶心，已经订购了一体台盆，期待中。网友艾特北漂菲菲装修记，装修最后悔的就是装了岩板洗手盆。所谓的一体，实际上就是拼接的，边角处都是卫生死角，污渍很难清洁干净，才用了半年就显得很旧的。小东建议，过来人经验，卫生间洗漱盆最佳选择还是陶瓷一体盆，釉面光滑不积水，好清洁。真正的一体式不存在掉落风险。6. 不装单板面瓷砖。1个字丑，2个字太丑。网友艾特果果的挖土机，我家卫生间瓷砖翻车了，铺贴完的效果怪怪的，越看越丑。开始还以为是纹理没选好，后来才知道都是一个板，每一块瓷砖纹路都是一模一样的，既呆板又难看。小东建议，喜欢石纹瓷砖的朋友要选有多个板面的瓷砖，铺贴完的效果纹理基本能连得上，整体效果才更显自然且真实。7. 不装黑色花洒和龙头。别看黑色的卫浴产品高级感满满，但它属于谁用谁后悔的存在，尤其是水质偏硬的地区，收获的是永远擦不完的水渍，始终擦不掉的水垢。网友艾特时光不老，千万别选黑色花洒，不然会让你欲哭无泪。入住才用了2个月就变成这样了，洗不掉的水垢真的是恶心到家了。网友艾特来笑笑，当初被黑色的水龙头颜值种草，现在发现真的很坑，污垢水渍特别严重，有的擦都擦干净，用清洁剂使劲擦还会掉漆。小东建议，除非你家装了全屋软水，不然就千万避坑黑色卫浴。花洒、龙头推荐大家首选白色或枪灰色。8. 不装智能镜。所谓的网红智能镜真的很鸡肋，整天连着电源耗着电不说，镜灯的亮度也很微弱，做单独照明根本不够。网友艾特甜圈，家人们千万避坑多功能网红智能镜，别选镜灯暗也就算了，除雾功能也很鸡肋。洗完澡发现玻璃上全是雾气，就开了除雾功能，至少5分钟，结果就是巴掌般大小的效果，被气笑了。小东建议，智能镜真不如普通镜柜实用，别花那冤枉钱。有化妆需求就选普通镜子，搭配独立镜前灯，照明亮度够，成本还低。9. 淋浴房不装大理石拉槽。我承认做大理石淋浴房的优点，大气防滑且排水通畅，但真的很难打理，特显脏，也是它的致命伤。网友艾特小爱家装修日记，下套房装修绝对不会再选大理石淋浴房了，拉槽不好清理，缝里面绝对是藏污纳垢的好地方。其次，反碱严重，洗完澡不及时擦干，大理石表面会形成反碱斑，很难清洁干净。小东建议，卫生间推荐做下沉式淋浴区，颜值更高，也便于打理，高度2厘米，还不会绊脚。10. 不装砌墙壁龛。
卫生间做淋浴房壁龛，大多数是为了包下水管，空间不浪费，而不是通过凿墙挖洞得来的。网友手可摘星辰当初不听工头的劝，非要砌墙凿壁龛，本就不大的卫生间，面积还被压缩了，洗澡时想转个身都费劲。关键是我本身也不是啥勤快人，做不到每次洗好澡都要收拾一遍壁龛。好家伙，囤积的水直接臭了。奉劝大家，若不是万不得已，千万别凿壁龛。小东建议，卫生间不需要包下水管的，千万别特意砌墙做壁龛，浪费钱不说，还不实用。不如装个普通置物收纳架，安装灵活，不占空间，成本更低，也好打理，实用才是王道。